嗨，我是魏老板。现在的离婚率越来越高嘞，很多人都是宁愿离婚也不要委屈自己。那我们婚前到底能不能有效评估来降低我们的离婚率呢？今天要讲这5点，就是一个婚前评估表格。我真心觉得那个户政事务所要发这张表格给你们2个填，分数不到不可以登记，有没有？建议大家来互相评估一下，再考虑结婚吧。我们来一起诚实作答。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好，第一个是你们对婚姻的想象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很多人第一题就答不出来了，很多人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例如，你觉得结婚是成立一个新的小家庭，还是你嫁入他们的原生家庭？这一点非常多人过不去，都是婚后才发现啊，我以为我是跟你成立小家庭，然后你却认为我要去服务你们那一大家子，这是对婚姻关系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哦。像我以前就是想象我结了婚是要跟你一起住在外面，就是我们自己一个小空间，我可以脱离我爸妈。你只想到你自己要脱离你自己的原生家庭，可是你没有想到他会不会觉得是你要服务他的原生家庭，你懂吗？因为很多人是那种你是嫁进来当我们家媳妇的概念，或许你是脱离了你的原生家庭了，但是你是住进了他的原生家庭了，掉了另外一个坑，然后搞不好他的原生家庭更不能忍受。我妈说她当年就是很想赶快搬出她原本的家，然后她就结婚了，2个人住在一个房子里。结果我妈想要换掉那个餐桌，然后我爸就说那个是我爸爸买的餐桌，你不可以这样随便乱动，不能动啊。然后他就觉得这不是我家吗？对，就是在很多生活小事上面，你就会发现这不是你家，那是他家，然后你只是住进去他家，只是没有爸妈而已。这个就会影响很大。我也必须说，很多男生都还是后者的，还是很传统的，因为他们从小肯定也被这样教，你也要跟着我一起孝顺我爸妈，不然我们结婚干嘛？怎么可能结婚我们家就没有我这个儿子？他又想得很偏激，这样子。最简单的就是各种节日全部都要回他的原生家庭。那如果你们有生小孩，都要带孙回去给公婆看。所以我就有很多粉丝跟我抱怨说，每次端午、中秋、清明、过年这种只要有连假的部分，他本来都想说是全家大小出国玩，发现根本没有这件事，全部都是在高速公路上面都要回中南部陪爸妈，哪来什么出国啊？除非带着公婆一起出去才能出国。可是这样子，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负担这么多人，然后他也不想，所以他就发现我婚前根本就没有想过说这些节日我都是要跟你们家一起过的，也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家族的概念，而不是你们这个小家庭的概念啊。嫁给一个家族，对，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先考虑清楚，因为这一点几乎是结婚后所有夫妻都会吵的事情，甚至导致离婚的很大的关键。我是真的觉得婚前一定要好好沟通完这一点再考虑。然后第2点是观察他在他们家有话语权吗？我们先不要说那种妈宝那么严重的状况，因为妈宝大家都知道一定是先逃了嘛。那有很多就不是妈宝，可是他也没有话语权，怎么评估他们话语权？好，例如他买房子、买车子，只要动钱、花钱都要他父母的同意，甚至钱是放在他们那边。这有点可怕。对，很多人都是结婚后才发现，他不能决定他自己要拥有什么或不要有什么，这个就会牵连到你啊，因为你们不能决定我们要开什么车，我们要不要换车，我们要不要换房，能不能出国玩，他会不会连换工作都要他爸妈的同意啊？你不可以辞掉这个现在这个工作哦，你只能怎样怎样哦，以及他的父母意见会不会很多，常常插手管你们的事情啊？你应该怎样啦？你们应该怎样啦？这个如果是你婚后才发现，你绝对痛苦死啊！所以一定要在婚前交往或同居的时候就要去注意他有没有话语权，他有没有自由，他有没有一定的独立，他有没有跟家里有一定的界限，还是他爸妈说了算，然后他爸妈还开始动手管到你这边来了，你能接受吗？不是没有人能接受，因为也有人说没关系啊，就给他们管啊，我也无事一身轻啊，然后反正他们付啊，也有这样子的女生，可是大部分人是不行的，大部分人都觉得很烦为什么我们家的事然后通通他们要管，甚至是我们一起出钱要换车，爸妈也说不行，因为可能车款他们不能接受，或觉得不必要花这个钱等等，然后甚至还要开始来指责你，你很浪费你们2夫妻不存钱什么，由他们来决定你们什么东西划不划算，或对不对，或合不合理，这不是很疯吗？对啊，感觉被控制后半辈子。对啊，我朋友在他的那个婚礼啊，他们就想办在饭店，但男方的爸妈就觉得不可以，怎么可以办在饭店，就办了流水席。对，这也是我当年遇到的状况啊，我们自己出钱可是我不能办饭店那就是他办在那个周楚的前面就流水席啊，那我就很生气这个我之前的那个影片这一集有讲过，我就不想要这样啊，可是没办法，对方的父母就是觉得我们就是要办在乡下，光宗耀祖啊，让大家所有亲戚朋友都能来吃啊，来看啊，怎么能去什么饭店？最后是变成是结婚的时候办在他们家的那个主厝前面嘛，然后我订婚就是去我们要的饭店，我爸妈就没有一定要办在我们家附近。那这样结婚当天的心情很不好啊，很不想办婚礼。其实我那天都应该反悔才对啊，逃婚，对啊，真的。
的，我连我婚礼那天已经配好我的歌单，被关掉给我开别的，我超气！我的婚礼氛围不是我能决定的。这个时候其实就要意识到，你后面有一大堆事情你不能决定，而且他们也没有要尊重你的意思。重点是这个儿子也没有要替你去沟通，他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你干嘛要生气？很多女生都对婚礼那一天就有很多憧憬啊，对啊。可是如果连你想要的没有经过沟通，就毁掉你很多的决定，然后甚至觉得这个场子是我们的场子，不是你的场子，这些东西你以后会化为日常相处更多的问题。婚礼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啊，这个可以气一辈子吧？就是想要的婚礼直接画风突变。我甚至还有听过有婆婆连你那天要穿什么她都要管，不能穿什么只能穿什么，她还陪你挑婚纱，好可怕哦！会不会那个内衣内裤颜色也要管？反正就是谁要插手管到你私事，我觉得这就是没有界限的行为，这就是要赶快远离。可以看一下这一集啊，有没有界限？这个好。第3点，他是一个财务独立的人吗？你知道他的收入是怎么来的吗？他的平常理财怎么去用钱？你觉得是 OK 的吗？他有没有负债或贷款？然后是为了什么？有没有做任何财务高风险的事情？这些婚前真的要知道呢。我发现有好多女生都结婚了，不知道老公一个月赚多少，不知道他年薪多少，奖金有多少，有没有股票然后甚至不知道有没有扛贷款，有没有欠债都不知道那如果对方有意隐瞒，就是他不告诉你他自己，有可能他有意隐瞒，但是你不要连问都没有问，因为很多人都说我怕谈钱伤感情，所以就不敢问，然后怕问了是不是觉得我很现实啊？废话，就是要婚前评估啊，不然呢？如果他现在负债1000多万，你可以接受吗？我没办法。对啊，可是我这个可以不用诚实讲吗？然后就离开他，会不会很？可是你看，女生就是这样。如果你负债1000多万，他会不会立刻离开你？如果他会，为什么你不会？他如果觉得一个女生负债1000多万，好恐怖哦，我才不想娶一个负债。那为什么你不能这样想？因为这个负债以后可能是你们一起要承担呢。他因为要负担这个负债，生活的成本结果变成你要出，那你可以接受吗？不能，但我要怎么跟他说？我因为这件事情我要离开你。我觉得是就讨论这件事情他是什么态度，因为搞不好他会在这几年内还完，或者是他说这是一个房贷，那以后我们可以一起住，可以一起登记，然后来规划一起来偿还或什么，有没有要一起的意思啦？还是他觉得我跟你结婚，可我的财务不用让你知道，这一点是合理的吗？不是。对啊，这不是很恐怖吗？那如果有意隐瞒，就更恐怖哦。那叫做我不想让你知道，以免你就不想嫁给我。很可怕然后甚至像你刚刚想的，再来回头打压你，你好现实，好功利哦。知道我有欠债，你就不嫁给我，你怎么这么现实啊？奇怪，你掩盖起来不现实吗？不然你有什么好掩盖的啊？你在掩盖就不是一种现实或功利吗？这不是很恐怖的男女双标吗？所以我觉得女生不要这么害怕现实，婚姻本来就是走入一种现实所以你不考虑现实，那你是在走入一种幻想吗？这个拜托，婚前评估表格对女生尤其重要。好，例如我刚刚就有讲到说，有人婚后才发现她老公负债，这个时候你很生气也来不及啦，就是所有的生活开销，结果你要付，然后他的薪水要拿去还原生家庭的债，这个你婚前真的可以不用知道吗？没有告诉你，真的是合理的吗？如果理所当然觉得你就是要跟我一起这样啊，然后不用告诉你，甚至故意隐瞒你的人，怎么可以结婚啊？当然不行啊，过分，是超过分。但是我就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好难聊啊。你的难聊是问不出来，还是比如说他想跟我讲，但他如果觉得自卑什么怎么办？那这个人就不适合结婚啊。他有债务他就自卑了，然后他没有要跟你谈，然后想要默默的跟你结婚，然后以后再让你默默承受这个后果，好可怕！这是对的吗？被骗婚对啊，你被诈骗你今天是遇到诈骗集团然后你还在自责说，可是这样他会很难跟我说，我也很难问啊。你怎么没有觉得他恶意要诈骗你？对啊，也是。对啊。第4点，他的原生家庭是健康的吗？我知道没有人的原生家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啦，毕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可能都有些问题了，可是因为你们要结婚，你们要成为一家人，他的原生家庭不可能不影响到你们以后的婚姻生活。那你一定要知道他们家有没有人是例如重病、残疾、失智等等，有没有这种需要长期照顾的病人。我并不是说这样子就不能够结婚哦，而是因为这会有很多相关的心力或开销要付出在这个上面，你总要知道吧？你不能婚后才知道吧？你有知情的权利嘛？你们要变夫妻，跟他家族变姻亲，然后你不能知道，这真的很奇怪不就是怕让你知道了，你就不会跟我结婚了？所以不是不能有这样的问题，而是你要提出来讨论，我们家有这样的状况，给你一定的自由度，让你去评估愿不愿意跟他结婚，这才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如果这是他们家无法避免的状况，好，例如我有个朋友，他有一个失智的母亲，他妈妈就是剩下他一个人可以依靠，爸爸已经走了，所以他永远不可能出国工作或调离外县市，他必须要住在那个原生家庭，所以他就是觉得他的条件就是这样，那他就是必须去找不介意的伴侣嘛。那他愿意找看护顾他妈妈，可是
他希望是住在同一栋房子，你不用顾我妈，可是你要理解我家里有一个失智的母亲，她会在她的房间，然后有看护顾她，然后我要开诚布公跟你讲，那这样子你愿不愿意跟我结婚，然后住进来？因为我是没有办法离开我妈妈的，这是我的责任义务，这样子才是一个有为青年啊！就是你告诉人家你现在的现况啊，他每个月就有固定的看护的费用要负担，甚至他也会有要处理妈妈的部分。然后如果你觉得他很好，你是想跟他结婚的，你反而是要深入了解他的作息、他的状况，他会有多少的开销或心力付出在这个，那你能不能接受？你是要这样子去评估他，而不是他都不让你知道，然后你们已经登记了才知道，这是不 OK 的。第5点，你们对生小孩是有共识的吗？很多人是走到了要生小孩这个阶段才离婚呢。先确定意愿，因为有些人想生，有些人不想生，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有很大的分歧。不要想说现在还早就不讨论，到了要讨论的时候，你们已经结婚3年了，那个时候要离婚，你不是会觉得又要再重来一次，付出很多的时间成本。所以要不要结婚前就先讨论好，你有想要生小孩吗？你是以生小孩为前提要结婚的吗？那如果好都想生，那时间序呢？你是婚后立刻就要生，还是你想过2、3年的两人时光？这个想象又都不一样哦。如果他赶着婚后赶快生，然后你不想，那你也会有一种被逼生的感觉啊。可是呢，有些人是我30几岁了，我想赶快生，然后对方觉得我经济还没稳，先不要增加小孩开销，也会吵啊。所以也不要只确认想生不想生，多久之后想生要讲清楚，是3年、5年还是立刻？这一点真的要注意，有共识再结婚哦，不要一直害怕讨论这些就会结不了婚。你该害怕的是这些都没讨论就结了婚。对。好，我要问大家问题咯，你觉得今天讲的这5点，1是对婚姻的定义，2是他在他家有没有话语权，3是他是否财务独立，4他的原生家庭是否健康，5对生小孩是否有共识。哪一点会是你最在意的事情？只要不合，你一定会立刻分手，绝对不会结婚的。你觉得哪一点最重要呢？赶快跟我们说吧。然后我要推荐一下我们的会员影片，如何远离有毒父母。因为刚刚有提到，有时候父母有一点可怕，无论是自己这边的原生家庭，还是他的原生家庭，都有可能是有毒父母。那你们怎么跟有毒父母建立界限，不要让他们影响你的生活呢？然后以及刚刚讲到很多东西都是有关钱的事情，跟用钱理财的价值观，对不对？可以看一下魏老板的投资理财。关于投资理财跟用钱的部分，我的建议会是什么呢？如果想要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